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款鸭舌帽的制作哈。这个鸭舌帽呢，非常的洋气哈。一会儿啊，视频中我还和大家分享咱们这个头围是怎么放的。咱们这个帽子啊，一共分3张图纸：帽檐、帽围和帽顶。我们先来说帽顶的这个图纸。大家看到的图纸呢是1/2的图纸，那我们剪裁好以后的无纺衬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哈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画一个长方形进行一个定位。那这个长方形长度呢是33厘米，高度呢是11.5厘米。和大家说一下具体的这个数字哈，这儿呢是11.5厘米，这儿呢是一个对折线，这儿的距离呢是8厘米，这里是3.5厘米、4厘米，我们这儿画一条直线，然后这儿的这个弧线呢，我给大家定了几个位哈，这儿是10厘米、11厘米，然后这儿是顶这个头，它这儿的距离呢是5厘米，那这个位置是2厘米，这儿2.5厘米，咱们呢画一个弧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帽围的图纸，和刚才一样哈，这个图纸呢也是1/2的图纸，剪好之后的无纺衬样子呢是这样子的。首先呢，我们也是进行一个定位，这个长度23厘米，这儿呢是20厘米，长方形，这儿距离呢13厘米，这儿呢是7厘米，这儿7厘米，这儿3.5厘米。大家看到的这条红色线就是对折线，看到的这条绿色线呢，我用绿色的颜色给标出来的弧线哈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绿颜色和这条线的绿颜色，它们的长度是一样的，和帽子这2个位置，一会儿我们缝纫的时候，它2个位置是缝在一起的。接下来我跟大家说的是，我们画起来最简单的一个帽檐的图纸哈，也是同样对折线。那这儿呢12厘米、12.5厘米，这儿7厘米。那这儿呢就是5.5厘米了。现在呢，我把无纺衬烫在了面料上边，我们需要放1厘米的缝缝，面子1份，里子1份，这是帽顶部分哈。咱们的帽围呢也是一样的，我们需要放1厘米的缝缝，也是面子1份，里子1份。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帽檐哈，咱们帽檐的2份啊都是面子的材料，因为帽檐需要很硬挺。我在反面呢，这儿是烫了180克的铺棉，这儿呢是烫了60克的无纺衬。这个铺棉的图形呢，就是咱们帽檐的图纸大小，然后放了1厘米的缝缝，这2块材料的大小呢是一样的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做帽顶上边后脑勺上的褶子哈，我们把材料正面折在里边，然后呢，沿着这个无纺衬，我们把这个弧线呢给车上，里子也是一样的哈。我这个里子亮亮的这面呢是正面，那没有光的呢是里边，就是反面哈。我们也是同样的位置，它俩车的位置要是一样哈，我们也是这样子车条线。弧线车好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部分呢先给剪开哈。这个回针的地方一定要多回2针哈，因为这时候的缝缝已经很窄了，然后分缝熨烫一下，烫到尖尖这儿哈。我这个面料呢有点疏松，我怕后期用的时候呢会崩开哈，所以呢我剪一小块秤啊，把它给烫上。里子、面子的尖角位置我都烫了秤，加固了一下，因为这儿的缝缝实在是太小了。这样加固好以后呢，就可以在后期使用时候牢固一点。接下来我们把帽顶和帽围连接起来，我们中心点啊对准这个弧线的中心点，正面和正面相对。然后沿着这个秤哈，我们把它车在一起，那里子呢也是一样的。帽顶和帽围咱们一圈呢就固定好了哈。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需要分缝熨烫的。熨烫之前呢，像这种地方我们就要打上剪口。今天我这个面料啊，它有点稀哈，所以呢就不能够剪得很多，我缝缝要留的稍微大一点，并且我想用双面胶把它们的这个缝缝呢给粘上哈。咱们做帽子做其实是挺简单的，但是细节呢一定要处理到位，不然的话后期做起来会比较麻烦，还要洗。那我们呢剪一点双面胶，把它搁在这儿，分缝熨烫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在这儿把它给烫住了哈。这样我们在后期洗涤还有里子面子车在一起的时候，那这个缝缝呢就会服帖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拿出帽檐材料，我们把正面呢和正面相对哈，然后我们沿着铺棉呢，把外面的这一圈呢给车上。帽檐撑好以后呢，我把它翻到了正面，但我现在发现帽檐还是太软了哈。我去我爸妈家发现了一个好东西，我们家里面有好多 X 光片哈，我觉得这做帽檐还是挺合适的。那这个帽檐的大小呢，是跟里边铺棉的大小是一样的哈。那我们把这个帽檐的这个 X 光片哈搁进去，搁平整以后呢，我们先车一条窄边。这儿的窄边呢车好了，我在这儿啊又车了一条，那这样子咱们的 X 光片呢就整个固定在这个位置了。接下来我们把它固定在面子上哈，咱中心点呢，中心点把它对齐。然后呢，搁进咱们的里子，也是中心点对齐哈，正面和正面相对，整个车一圈，反口呢留在这儿。那和大家说一下哈，因为视频的我不能时间太长嘛，怕大家看着闷得慌哈，所以呢就一步交代了。但在做的时候啊，大家最好拿手针哈，整个缝一圈，这样在缝制的时候呢更好把握。一圈车好以后呢，我们在圆弧的地方打几个剪口，然后把它翻到正面。镜头中大家可能看到了哈，车不是很直哈，很多朋友在问我帽檐这块地方不好车，其实我们要是车很多遍的，它不是一遍成型的，我们可以多车几遍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儿车一圈窄边，把这个反口呢给封上，这样一圈车好以后，我们把里子面子这个收褶子的这个地方呢，再车2条线，这样子我们把里子和面子就固定在一起了。现在呢，帽子做好了，我把它戴上了哈，怎么样？还挺好的吧？那后边是这样的，非常的经典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和大家说一下哈，咱们简单的放头围是怎么放的。我这个帽子头围呢是58厘米。放头围的方法呢，就是通过后边3个缝缝来放哈。我来和大家说中间这个哈，这是它的子型。那我们放头围的时候呢，可以这样子出来1厘米。哎呦，这边的弧线还是差不多哈，一样哈。那这儿1厘米，这儿也是1厘米，那是不是就多出了2厘米？放头围它不可能是一个地方放的哈，我们还可以在这儿放，那道理是一样的哈。我们这儿可以出来1厘米，是吧？就是这样子，那它的整个一圈呢就变大了。那要缩小呢，方法也是同样的。那我们只要把褶子向里收一点，那整个头围一圈呢，它也会缩小。这个的方法呢，就是很简单的一圈头围的放法哈。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，感谢您啊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，记得要帮忙点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